当会议室的门缓缓推开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掉在地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任副总经理苏雅婷。3年了，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她，可命运偏偏要和我开这样的玩笑，让我的前妻成了我的上司。我当场就提交了辞职申请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。可第2天一早，2个警察就敲响了我的房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晓峰像往常一样7点半准时起床，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35岁的男人，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，又老了。他苦笑着摇摇头。洗漱完毕后，林晓峰简单吃了点早餐，就赶往公司。他在这家名为创新科技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已经5年了，从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一步步做到了项目经理的位置。同事们都说他是个踏实能干的人，从不争名夺利，只是埋头做事。其实只有林晓峰自己知道，这3年来他就是想让自己忙起来，忙到没时间去想那个女人，忙到没时间去回忆那段失败的婚姻。小峰，早啊！同事王磊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早，王哥。林晓峰笑着回应。王磊是他在公司最好的朋友，2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。听说今天要宣布新的副总经理人选了，王磊压低声音说道。是吗？林晓峰并不太关心这些，他一向觉得只要自己把工作做好，谁当领导都无所谓。据说是个女的，还很年轻， MBA 毕业的高材生。王磊继续八卦着。林晓峰点点头，没有接话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查看今天的工作安排。上午9点，人事部发了通知，所有员工到大会议室开会。林晓峰看了看时间，还有10分钟。他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，起身朝会议室走去。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很多人，大家都在低声议论着。林晓峰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拿出手机看了看新闻。他一直有个习惯，不喜欢参与同事们的闲聊，特别是关于公司人事变动的话题，他更是避而远之。安静一下，会议马上开始。人事经理走了进来，紧接着总经理李建华也进入了会议室。各位同事，今天召集大家开会，是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。李建华清了清嗓子，经过董事会的慎重考虑，我们决定任命苏雅婷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。现在让我们欢迎苏总和大家见面。会议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，林晓峰也机械地鼓着掌，心不在焉地看着门口。会议室的门缓缓推开，一个穿着深灰色职业套装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的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画着精致的淡妆，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林晓峰抬起头，看向这个新来的副总经理，下一秒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手中的咖啡杯开始颤抖，杯子里的咖啡洒了出来。那张脸他太熟悉了，哪怕过了3年，哪怕他变得更加成熟干练，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苏雅婷，他的前妻。苏雅婷走到会议室前面，面带微笑地看着在座的所有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苏雅婷。她的声音清脆动听，充满自信。很高兴能够加入创新科技这个大家庭，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和大家密切配合，共同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。林晓峰呆呆地看着台上的女人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快，手心全是汗，咖啡洒在了桌子上，但他完全没有注意到。苏雅婷继续介绍着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管理理念。
他的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。当看到林晓峰时，他的声音停顿了一下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苏雅婷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她继续着自己的发言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苏总的履历非常优秀，相信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公司会发展得更好。李建华在一旁补充道。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林晓峰却一点声音都听不进去了。他的脑海里不断地回想着3年前的那个夜晚，那个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夜晚。我们性格不合，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苏雅婷冷冷地说道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离婚吧。雅婷，我们可以再试试，也许。林晓峰苦苦哀求。没有也许了，小峰。苏雅婷摇摇头，我们真的不适合。那一夜，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，3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各部门经理会后到我办公室开会，讨论下个月的工作计划。苏雅婷的声音把林晓峰拉回了现实。作为项目部经理，他也需要参加这个会议。会议结束后，大家陆续散去。林晓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小峰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王磊关心地问道。没事。林晓峰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可能是昨晚没睡好。王磊看了看他，欲言又止。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？不用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林晓峰摆摆手。王磊点点头，收拾东西离开了会议室。很快会议室里就只剩下林晓峰一个人，他看着前面空荡荡的讲台，心情复杂。3年了，他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，可当苏雅婷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，那些痛苦的回忆瞬间涌了上来。林经理，苏总在办公室等您。秘书小黎走了进来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林晓峰深吸一口气。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朝苏雅婷的办公室走去。办公室的门开着，里面已经坐了几个部门经理。林晓峰敲了敲门框，请进。苏雅婷头也不抬地说道。她正在看着桌上的文件，神情专注。林晓峰走了进去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，但心里却波澜起伏。好。人都到齐了。苏雅婷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。今天是我第1天上班，我想先了解一下各部门的情况。我们一个一个部门来汇报。财务部经理首先开始汇报，接着是市场部、技术部。轮到林晓峰时，他站了起来。项目部目前负责3个重要项目，分别是……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苏雅婷静静地听着，不时地做着笔记。他的表情很专业，仿佛面前坐的是一个陌生的下属。但林晓峰知道，他肯定也很震惊。汇报结束后，其他人陆续离开，林晓峰也准备起身离开。林经理，请等一下。苏雅婷叫住了他。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他们2个人。苏雅婷起身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林晓峰。我们需要谈谈。他的声音很平静。林晓峰站在原地，双手紧握成拳。没什么好谈的。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苏雅婷转过身，看着他。3年没见，他变得更加成熟了，眼角多了几条细纹，但依然很美。小峰，我知道这种情况很尴尬。他开口说道，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应该能够处理好工作关系。林晓峰苦笑一声。工作关系？你觉得我们之间还能只是工作关系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苏雅婷的语气很坚决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私人感情和工作分开。分开？林晓峰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雅婷，你知道这不可能。
苏雅婷皱了皱眉头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林晓峰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3年前，他为了事业选择了离婚，现在他又为了事业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我不想怎么办？林晓峰转身就走。小峰，苏雅婷叫住了他，但林晓峰没有回头，直接走出了办公室。他在走廊里快步行走，心跳得厉害。同事们看到他匆忙的样子，都很好奇，但林晓峰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他直奔人事部。刘经理在吗？林晓峰推开人事部的门。在的。林经理有什么事吗？人事经理刘芳抬起头。我要辞职。林晓峰直截了当地说。刘芳愣了一下。辞职？为什么？是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就是想换个环境。林晓峰努力保持平静。可是你在公司工作得很好，上个月还拿了优秀员工奖。刘芳劝道。而且新的副总刚来，正是需要经验丰富的员工的时候。听到这话，林晓峰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决心。我意已决，请给我辞职申请表。刘芳看着他坚决的表情，无奈地递给他一份表格。林晓峰快速填写着表格，姓名、部门、辞职原因。在辞职原因那一栏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最后写下了个人原因4个字。林经理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？刘芳还在劝说，公司这么好的平台，你真的舍得吗？林晓峰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把表格递了过去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就在这时，王磊赶了过来。小峰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听小李说你要辞职。是的。林晓峰点点头。为什么？你昨天还好好的。王磊一脸困惑，是不是因为新来的副总，他对你说了什么吗？林晓峰摇摇头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这话倒不是假的，确实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他不能接受每天看到苏雅婷的现实，更不能接受前妻成为自己上司的荒谬情况。可是王磊还想说什么？老王，别劝了。林晓峰拍拍他的肩膀，有些事情你不会理解的。这时苏雅婷出现在人事部门口，她看到林晓峰手中的辞职申请，脸色变了。林晓峰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不是说要把私人感情和工作分开吗？林晓峰冷冷地看着他。这就是我的分开方式。苏雅婷咬了咬嘴唇。你这样做太冲动了。冲动？林晓峰冷笑一声。当年你说离婚的时候，也说我太冲动，现在你又说我辞职太冲动。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我不冲动？苏雅婷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围观的同事们都觉得气氛不对，但又不敢说话。刘经理，我的辞职申请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？林晓峰转向人事经理。按照公司规定，需要1个月的交接期。刘芳小心翼翼地说。1个月太长了，我最多给你们1周时间。林晓峰说道。这违反了公司规定。刘芳为难地说。那就扣我1个月工资。林晓峰毫不在意，他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。苏雅婷看着他决绝的样子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但他很快掩饰了过去。既然林经理去意已决，那就按照他的意思办吧。他对刘芳说道。可是苏总，刘芳还想说什么，就这样定了。苏雅婷转身离开了人事部。林晓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情更加复杂。3年了，他还是这样，永远那么冷静，那么理智，仿佛什么事情都影响不了他。小峰，你真的要走？王磊还是不敢相信。真的。林晓峰点点头。那你下午就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刘芳无奈地说。明天开始办理交接手续。林晓峰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人事部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。他开始收拾东西。5年的时间，
他在这个位置上放了很多私人物品，一张全家福，一个小盆栽，还有几本技术书籍。同事们都在偷偷地看着他，但没人敢上前询问。林哥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实习生小陈走了过来。是的，林晓峰没有抬头。可是你走了，我们项目怎么办？小陈有些担心。林晓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。会有人接替我的位置的，但是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些项目了，小陈说道。林晓峰心中一暖，这些年轻的同事，他还是很舍不得的。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会在交接期间处理好的，他安慰道。你们都很优秀，没有我也能做得很好。小陈点点头，眼中有些不舍。林晓峰继续收拾着东西，突然他看到了抽屉深处的一张照片，那是他和苏雅婷的结婚照。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得很开心，仿佛拥有全世界。林晓峰拿起照片看了很久，最后他把照片撕成了两半。下午4点，林晓峰收拾完所有东西，离开了公司。他开车回到自己的公寓，一个人住的单身公寓。这是他离婚后租的房子，简单整洁，但总显得有些冷清。林晓峰把纸箱放在客厅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他点了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雾在空中缓缓散开，就像他现在的心情一样，混沌不清。怎么会这样？他自言自语道。苏雅婷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公司？这么大的城市，这么多的公司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公司？难道真的是巧合吗？还是说他早就知道他在这里工作？想到这里，林晓峰的心情更加复杂了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王磊打来的。小峰，你到家了吗？王磊关心地问道。到了。林晓峰的声音很疲惫。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王磊小心翼翼地问。你和那个新来的副总是不是认识？林晓峰沉默了一会儿。她是我前妻。他最终还是说了出来。电话那头传来王磊倒吸冷气的声音。什么？你前妻？是的。林晓峰苦笑道。我们3年前离婚了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巧了吧！王磊惊叹道。是啊，太巧了。林晓峰重复着这句话。那你们还有可能复合吗？王磊试探性地问。不可能的。林晓峰断然拒绝。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可是他现在又出现在你面前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呢？王磊说道。命运？林晓峰冷笑一声。如果真有命运的话，当初就不会让我们离婚了。王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找新工作吧。林晓峰说道。好在我这些年攒了点钱，暂时不用担心生活问题。要不要我帮你留意一下机会？王磊提议道。谢谢，不过我想先休息一段时间。林晓峰拒绝了。这几年工作太累了，正好放松一下。挂断电话后，林晓峰继续坐在沙发上发呆。窗外的天空开始变暗，城市的灯火逐渐亮起。他想起了3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同样是这样的黄昏。苏雅婷对他说要离婚。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他当时是这样说的。我想要的生活你给不了，你想要的安稳我也给不了。与其这样痛苦下去，不如各自寻找幸福。当时的林晓峰还想挽回这段婚姻。他答应他可以改变，可以努力赚更多的钱，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。但苏雅婷摇了摇头。小峰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你喜欢平淡安稳的生活，而我想要闯荡事业。你希望我做一个贤妻良母，而我想要在职场上发光发热。我们的人生轨迹不同，强行在一起只会更痛苦。说完这些话，苏雅婷就离开了他们曾经的家。
留下林晓峰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子。那天晚上，他喝了很多酒，醉得不省人事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苏雅婷已经搬走了所有属于她的东西，仿佛她从来没有在这里生活过。林晓峰站起身，走到冰箱前，拿了一瓶啤酒。他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。苏雅婷变了，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成功。她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，成为了一名高级管理人员。而他呢，还是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，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也许苏雅婷当初是对的，他们确实不是一路人。夜越来越深，林晓峰喝了好几瓶啤酒，他感到有些晕眩，但心里却比白天清醒了许多。明天开始，他就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了。没有苏雅婷，没有那些痛苦的回忆，他要重新开始。第二天上午，林晓峰还在熟睡中。昨晚他喝了太多酒，头痛得厉害。突然，门铃声响起，叮咚，叮咚。林晓峰迷迷糊糊地看了看时间，上午10点半。谁啊？他喊了一声，但声音很小。门铃声继续响着，还伴随着敲门声，咚咚咚。林晓峰无奈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揉着发胀的脑袋走向门口。透过猫眼，他看到门外站着2个穿制服的人，是警察。林晓峰吓了一跳，瞬间清醒了。他们找自己干什么？哪位？林晓峰问道。你好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民警。门外传来严肃的声音，请开门配合调查。林晓峰心跳加速，但还是开了门。2名警察站在门外，一个年长的，一个年轻的。请问您是林晓峰先生吗？年长的警察问道。是的，我是。林晓峰点点头。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昨天的行踪。年轻的警察拿出了笔记本。可以请我们进去谈吗？林晓峰让开身体，让2位警察进入客厅。请坐。他指了指沙发。需要喝水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年长的警察摆摆手。请问您昨天下午和晚上都在哪里？林晓峰回忆了一下。昨天下午我在公司办辞职手续，大概4点左右回到家，晚上就一直在家里。有人能证明吗？年轻的警察问道。林晓峰想了想，下午的话，我同事王磊给我打过电话，大概6点左右。晚上我一个人在家，没有外出。2名警察对视了一眼。您确定昨天晚上没有外出？年长的警察再次确认。确定。林晓峰点点头。我昨晚喝了不少酒，很早就睡了。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为什么要调查我？林晓峰忍不住问道。年长的警察看了看他，似乎在考虑是否告诉他。您认识苏雅婷女士吗？他最终问道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林晓峰的心一紧。认识，他老实回答。她是我前妻。前妻？2名警察又对视了一眼。你们离婚多长时间了？3年。林晓峰如实回答。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年轻的警察继续问。林晓峰皱了皱眉头。这和案件有关系吗？请配合调查。年长的警察说道。性格不合。林晓峰简单的回答。离婚后你们还有联系吗？没有。林晓峰摇摇头。昨天是我3年来第一次见到他。在哪里见到的？在公司。林晓峰说道。他昨天刚到我们公司担任副总经理。2名警察快速地记录着。您对此有什么感想？年长的警察问道。很意外。林晓峰诚实地说。所以我选择了辞职。辞职？年轻的警察有些惊讶。为什么要辞职？我不想和他在同一个公司工作。林晓峰说道。太尴尬了。那您对苏雅婷女士有什么怨恨吗？年长的警察直接问道。
这个问题让林晓峰很不舒服。怨恨？为什么要怨恨？他反问道。我们离婚是双方同意的，没有什么怨恨不怨恨的。但是您昨天见到他就立即辞职了。年轻的警察说道。这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？林晓峰有些生气。任何人见到前任都会觉得尴尬，更何况他还成了我的上司。两名警察沉默了一会儿。林先生，我们必须告诉您一件事。年长的警察严肃地说道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林晓峰十分不解。警察犹豫了一会，缓缓开口说出一句话。什么？听完后，林晓峰震惊地站了起来。苏雅婷女士昨晚在公司遭遇了抢劫。抢劫？她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看到林晓峰的反应，两名警察的表情缓和了一些。她没有受外伤，但受到了惊吓。年长的警察说道。劫匪抢走了他的手提包和笔记本电脑。林晓峰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，没受伤就好。年轻的警察继续说道。但是这起案件有些蹊跷，劫匪似乎对公司内部结构很熟悉，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抢劫犯。什么意思？林晓峰不解地问。根据苏女士的描述，劫匪在逃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。年长的警察看着林晓峰，他说：“让苏雅婷付出代价。”林晓峰愣住了。付出代价？为什么？这正是我们想要了解的。年轻的警察说道。苏女士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林晓峰摇摇头。我不知道，我们都3年没联系了，她这3年的生活情况我一无所知。那么离婚的时候呢？年长的警察问道。有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冲突？你有没有威胁过他？这个问题让林晓峰很愤怒。威胁？我为什么要威胁他？我从来没有对他做过任何过分的事情。就算我们离婚了，我也希望他过得好。两名警察看着他的表情，似乎相信了他的话。那么您昨天晚上确实没有外出？年长的警察再次确认。确实没有。林晓峰肯定地说。我可以提供我同事的电话，他昨晚给我打过电话，还有楼下的保安，他应该也能证明我没有外出。年轻的警察记录下了这些信息，我们会去核实的，他说道。不过还有一件事需要向您了解。年长的警察继续说道。苏女士提到，离婚的时候您曾经说过一些气话，具体是什么？他没有详细说明，您能回忆一下吗？林晓峰皱着眉头想了想，确实，离婚的时候他情绪很激动，可能说了一些不理智的话。我记得我说过，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他老实地说，还说他太自私，只考虑自己的事业，不考虑家庭。但这些都是气话，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他。两名警察点点头。我们理解。年长的警察说道。离婚的时候说些气话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您要理解，现在苏女士遭遇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调查所有可能的嫌疑人。我明白。林晓峰点点头。我会配合你们的调查。还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吗？就在这时，年轻警察的电话响了。他接听了一会儿，然后对年长的警察说：“队长，有新情况。”年长的警察起身走到一边，和年轻的警察低声交谈。林晓峰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能感觉到事情有了新的进展。几分钟后，两名警察回到沙发前。林先生，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些新信息。年长的警察说道。根据监控录像，昨晚确实有人进入了公司大楼，但这个人不是您。林晓峰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。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情况。年轻的警察说道。苏女士这3年来一直有一个男朋友，叫赵建军，但是半年前他们分手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林晓峰心情复杂。
原来苏雅婷这3年来有过感情生活。这个赵建军和案件有关系吗？林晓峰问道。我们正在调查，年长的警察说道。不过有一个巧合的地方，赵建军在您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公司工作，他对您公司的内部结构可能有一定了解。林晓峰越听越觉得事情复杂。那你们怀疑是他做的？目前还不能确定，年轻的警察说道。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，但是根据苏女士的描述，她和赵建军分手的时候并不愉快。赵建军曾经纠缠过她一段时间。年长的警察站了起来。林先生，今天先到这里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可能还会联系您。没问题。林晓峰点点头，希望你们能尽快抓到真正的罪犯。2名警察离开后，林晓峰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思考。原来苏雅婷这3年来也不容易，她不仅要在职场上打拼，还要处理复杂的感情问题。那个叫赵建军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要对苏雅婷进行报复？而且苏雅婷为什么要到他们公司工作？这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想到这里，林晓峰拿起手机，想给苏雅婷打个电话，但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放了下来。他们已经离婚3年了，他没有立场去关心她，而且他现在肯定很忙，要配合警察调查，还要处理公司的事务。下午的时候，王磊给林晓峰打来电话。小峰，听说你们副总昨晚出事了。王磊压低声音说。是的，我听警察说了。林晓峰回答。警察找过你？王磊惊讶地问。找了，因为我是他前夫，所以要排除嫌疑。林晓峰解释道。天哪，这事情真的太离奇了。王磊感叹道。你前妻刚来公司第1天，晚上就遭遇抢劫，警察有什么线索吗？听说可能和她的前男友有关。林晓峰说道。前男友？王磊更加好奇了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也不太清楚。警察说叫赵建军，在竞争对手公司工作。林晓峰说道。赵建军？王磊突然提高了声音。什么？你认识他？林晓峰惊讶地问。当然认识。王磊兴奋地说道。他就是华美科技的项目总监。华美科技？林晓峰想起来了，那是他们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。对，而且我们去年竞标的那个大项目就是败给了他们。王磊说道。当时我们内部信息就是被泄露了，现在想想，会不会就是这个赵建军搞的鬼？听到这话，林晓峰的心一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事情就更复杂了。赵建军不仅报复了苏雅婷，可能还对他们公司造成了损失。老王，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警察吗？林晓峰问道。还没有，我刚想起来。王磊说道。我马上给那个办案的警察打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林晓峰觉得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。苏雅婷到底惹上了什么样的麻烦？而他为什么要选择他们公司工作？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第2天上午，林晓峰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林先生，我们抓到了嫌疑人。年长的警察在电话里说道。真的是那个赵建军吗？林晓峰急切地问。是的，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了被抢的物品，他已经承认了犯罪事实。林晓峰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，苏雅婷安全了。不过还有一些情况需要向您说明。警察继续说道。您方便到局里来一趟吗？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1个小时后，林晓峰来到了派出所。在询问室里，他见到了昨天的2名警察。林先生，请坐。年长的警察招呼他。案件已经基本查清了，赵建军确实是为了报复苏女士而实施的抢劫，
但是动机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年轻的警察打开了笔记本，根据赵建军的交代，他和苏女士交往期间，苏女士曾经明确表示过想要复婚。复婚？林晓峰愣住了。是的，和您复婚。警察确认道。苏女士告诉赵建军，她一直后悔离婚的决定，认为您才是最适合她的人。林晓峰感到头晕目眩，他真的这样说过？据赵建军交代是这样的，年轻的警察说道。而且苏女士选择到您的公司工作，也不是巧合，她是有意为之的。什么意思？林晓峰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他提前调查过您的工作单位，然后主动应聘了副总的职位。年长的警察解释道，目的就是想要重新接近您。林晓峰觉得自己的世界观被颠覆了。原来昨天的重逢真的不是意外，苏雅婷是有计划的。那赵建军为什么要报复他？林晓峰问道。因为他发现了苏女士的计划。年轻的警察说道。半年前，苏女士明确告诉他要分手，理由是他想要重新追求您。赵建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开始纠缠苏女士。后来他发现苏女士真的到您的公司工作了，彻底愤怒了。年长的警察接着说，赵建军的原计划是嫁祸给您，他故意在现场留下一些线索，想让我们怀疑您。但是你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所以他的计划失败了。林晓峰听得目瞪口呆，这个赵建军不仅报复苏雅婷，还想陷害她，真是一个危险的人。那苏雅婷现在怎么样？林晓峰问道。她很好，正在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年长的警察说道。不过她想见见您。见我？林晓峰有些意外。是的，他有些话想对您说。年轻的警察说道。您愿意见他吗？林晓峰犹豫了一下。好吧，我见见他。几分钟后，苏雅婷走进了询问室。她看起来有些憔悴，眼中带着疲惫，但当看到林晓峰时，她的眼神亮了起来。小峰，她轻声叫了他的名字。雅婷。林晓峰点点头。你没事就好。两名警察很识趣地离开了房间，留下他们两个人。苏雅婷坐在林晓峰对面，沉默了很久。对不起，她最终开口说道。为什么要道歉？林晓峰问道。为了欺骗你。苏雅婷的声音很小。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接近你。林晓峰看着他，心情复杂。警察说，你后悔离婚了？苏雅婷点点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是的，我很后悔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婚姻。我发现我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林晓峰问道。我以为事业比什么都重要。苏雅婷擦了擦眼泪。我以为只要我成功了，就能得到幸福。但是我错了。没有你在身边，我再成功也不快乐。林晓峰听着他的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那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我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我怕你拒绝我。苏雅婷老实地说，毕竟是我提出的离婚，我没有立场要求你原谅我，所以我想通过工作的方式慢慢接近你，让你重新了解我。林晓峰摇摇头。雅婷，感情不能用这种方式挽回，用欺骗和算计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苏雅婷低下了头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明白了。这次的事情让我彻底清醒了。赵建军差点伤害了你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自私。你没有必要为别人的犯罪行为负责。林晓峰说道。但是我的行为确实给你造成了困扰。苏雅婷说道。如果我没有来你的公司，如果我没有告诉赵建军那些话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林晓峰看着他痛苦的表情，心中不忍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要太自责。那我们呢？苏雅婷抬起头看着他。我们还有可能吗？
面对苏雅婷期待的目光，林晓峰沉默了很久。他看着这个曾经深爱过的女人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。3年了，他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，但当苏雅婷再次出现在他面前，当他知道他也后悔离婚时，他的心还是会动摇。雅婷，林晓峰最终开口了，我承认，知道你后悔我们的婚姻，我心里是有波动的。苏雅婷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但是林晓峰的话锋一转，感情不能靠后悔来挽回。3年前，你说我们性格不合，说我们不是一路人，这些话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。苏雅婷的眼神暗淡下来，我们确实有很多不同。林晓峰继续说道，你喜欢冒险，我喜欢安稳。你追求事业成功，我更看重家庭和谐。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不会因为我们的后悔而消失，可是我们可以互相妥协，互相适应。苏雅婷试图挽回，我现在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。林晓峰摇摇头，雅婷，勉强的妥协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。你的成功我为你高兴，但我不想成为你成功路上的阻碍。同样，我也不希望为了迁就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苏雅婷的眼泪掉了下来，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有些路一旦走差了，就很难再回头。林晓峰温和地说道，我们都已经变了，变成了更适合各自道路的人，强行把2条平行线拉到一起，只会让彼此都痛苦。苏雅婷哭了起来，对不起，小峰，对不起我当初的决定，对不起给你造成的伤害，对不起用这种方式打扰你的生活。林晓峰递给他一张纸巾，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们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你选择了事业，现在你成功了，我选择了接受现实，现在我也过得不错。也许分开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最好的结果。苏雅婷擦了擦眼泪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那你能原谅我这次的欺骗吗？我原谅你，林晓峰毫不犹豫地说道，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处理感情问题，真诚比什么都重要。苏雅婷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那你还会回公司工作吗？她问道。会的，林晓峰说道。但你呢？你还会留在公司吗？苏雅婷想了想，我觉得我应该离开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关系，也是因为我的到来给公司带来了麻烦。赵建军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声誉，作为当事人，我有责任承担后果。林晓峰点点头，也许这样是最好的，我们都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苏雅婷站了起来，那我们就这样告别吧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小峰，你也是。雅婷，林晓峰也站了起来，希望你能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，也希望你在事业上越来越成功。苏雅婷伸出手，朋友。林晓峰握了握她的手，朋友。2人微笑着分开了手。苏雅婷转身离开了询问室，林晓峰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既有不舍，也有解脱。3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他们痛苦地结束了婚姻。3年后的今天，他们平静地结束了所有的可能。也许这就是成长，学会接受，学会放下，学会重新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